文琴是一名家庭主妇，这天早上，她准备好早餐，就给女儿小婷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就发到了朋友圈。丈夫伟明忍不住开起了玩笑，说自己的朋友圈都要被她刷屏了。可文琴却不以为然，她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，还有一个善解人意的丈夫，她恨不得告诉全世界自己现在过得有多么幸福。因为小婷的学校离家很近，吃完早餐后，文琴就让她赶紧去上学。外面冰天雪地，小婷独自走在路上，没想到在一个拐弯的地方，却突然伸出来一双手，她被一个陌生人绑架了。没过多久，文琴就收到了一条信息，里面的视频显示女儿被绑架了，她感到万分惊恐，又马上叫来了丈夫伟明。原来绑匪是文琴的微信好友，他索要100万现金，还表示不能报警，否则就会撕票。这让伟明起了疑心，他认为是熟人作案，因为自己手上正好有100万，可这些钱不是他的，而是公司老板的。最近感冒病毒到处肆虐，全国各地都在疯抢板蓝根，老板就打算用这笔钱买些板蓝根回来，然后再高价出手。如果伟明拿了这笔钱，以后不仅要坐牢，前途也会被毁。但他爱女心切，他没有多想，就拿着100万出门了。他按照绑匪的指示来到了交易的地点，可眼下正是病毒防控的关键时刻，到处都有工作人员在检查，伟明也只能排起了长队。可他慌张的神情和手里的皮包很快就引起了警察的注意。警察要求他打开皮包，当他看到大额现金时，就质问伟明为什么带这么多钱出门。为了不让警察怀疑，伟明就撒谎说自己刚才卖了套房子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钱。警察又问他房子的地址，这让伟明彻底慌了。他抢过皮包拔腿就跑，警察也在后面穷追不舍。在追捕中，伟明因为心急出了车祸，可他竟然侥幸逃脱了。虽然人没有大碍，可交易的时间却耽误了。他赶紧发消息和绑匪解释，收到的却是绑匪要撕票的回复。他感到无比绝望，带着一身的伤回到了家。妻子刚想开口询问，门外却响起了敲门声。对方是刑警队的李队长，眼看事情瞒不下去，夫妻2人只能把女儿被绑架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李队长知道后就展开了调查，他发现绑匪对伟明家里的情况十分熟悉，不仅清楚小婷上学的时间和路线，还能避开附近的监控，甚至还知道伟明的手里有100万，而泄露这些信息的人正是妻子文琴。据我们初步查明，这个绑匪是根据你的朋友圈了解到你们家里发生的一切，而且你的这个朋友圈更新的频率特别高，又特别的详细具体，所以你们在哪儿，在干什么，孩子在什么学校上学，什么时候去上学，工作单位地址，以及你们经常出现的场所，甚至你们家的车牌号，绑匪都应该非常清楚。文琴感到后悔莫及，就在他手足无措的时候，绑匪又发来了视频，只见小婷被吊了起来，看上去十分危险。身为母亲的文琴吓得全身瘫软，随后便晕了过去。伟明把她送到了医院，而老板又打来了电话，他让伟明把100万的现金送到公司，否则就告他携款潜逃。伟明只好照做，可文琴却不肯答应。如果把钱还给老板，没有赎金的话，绑匪是不可能放过女儿的，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让伟明把钱拿走。2人为此还发生了争执。情急之下，文琴竟然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。原来小婷并不是伟明的亲生女儿，而是自己和前男友的。前男友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，文琴怀孕后为了保护孩子，就偷偷地跑了出来。后来她晕倒在路边被伟明所救，2人最后还结了婚。伟明也一直以为小婷是自己的女儿。听到这个秘密，伟明感到无比震惊，没想到结婚8年的妻子竟然一直在欺骗自己。文琴来不及解释，绑匪又发来了信息，他要求文琴亲自送钱，不然就会撕票。眼看小婷的生命危在旦夕，伟明最后还是把钱交了出来。文琴很快就坐上了出租车，而李队长带着人跟在后面保护。可他发现出租车一直在绕圈子，就以为是调虎离山之计，于是他立马打电话给手下，结果发现伟明开着车离开了。李队长又马上赶了过去，可到了才发现伟明也在不停地绕圈子。李队长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伟明只是在扰乱视线，真正交易的人还是文琴。手下又打电话告诉他，文琴已经回家了，可装钱的皮包却没有带回来。李队长觉得出租车很有可疑，
于是就查看了附近的监控，最后找到了一个废弃的仓库。而这边，绑匪拿到赎金后，正准备放走小婷，可警察的出现却打乱了他的计划。为了自保，他拉住小婷做了人质，还让妻子去找钥匙从后门离开。谈判专家试图和他进行沟通，但绑匪的情绪却异常激动。原来他的儿子生了一场大病，需要钱做手术，可他好不容易研发出来的软件被老板盗用了，老板不愿意付钱，儿子的手术费也没了下文。就在这时，他意外看到了文琴的朋友圈，得知对方家境不错，女儿也是衣食无忧。他感到很不公平，因为自己的孩子随时都有可能失去生命，为了凑钱给儿子做手术，他才会铤而走险绑架了小婷。话音刚落，妻子却发生了意外，当场没了性命。绑匪感到万念俱灰，警方担心他会伤害小婷，于是就一枪击中，绑匪也倒了下去。小婷终于获救，但伟明的心情却十分复杂，因为他一直深爱的女儿竟然不是自己亲生的。可让他更加无法接受的事情还在后面。小婷被救出来之后，李队长就通知了文琴，没等他缓过神来，李队长又询问他前男友的事情，可他却一声不吭。直到李队长把证据拿出来，他才知道自己瞒不下去了。原来文琴口中的前男友并不存在，而是有一个家暴成瘾的养父，养父从小就对他非打即骂，长大后还将他强行占有了。不久后，文琴意外怀孕，对方为了掩盖罪行，就想把孩子打掉，可文琴不愿意伤害自己的骨肉，两人在争执的时候，他一时失手就把对方打死了。但他并不后悔，因为养父就是一个恶魔，他随后还放了一把火烧掉了房子，以为这样就可以隐瞒一切。而当年那起案件，经手的警察正是李队长。当他听说文琴被前男友家暴时，就展开了调查，结果发现文琴在说谎。结合当年的案件，李队长这才起了疑心。虽然事实摆在眼前，可文琴并不打算认罪。他趁李队长打电话的时候跑了出去，还抢走了一辆警车。他知道自己犯了法，可他实在是放心不下女儿，于是就来到了医院，拉起小婷就开始一路狂奔。警方也立马追了上去，走投无路之下，他被迫来到了天台，情绪也非常激动。而伟明接到通知后也赶了过来，他试图阻止警方的行动，却被对方合力制服了。杀人毁尸的秘密一直是文琴心中的噩梦，没想到现在为了救女儿，这个秘密也将公之于众，他感到十分崩溃。李队长在旁边不停地劝说，希望他不要做伤害自己和孩子的事情，可文琴却认为自己没有错。我有错吗？我这样做有错吗？我从小就是个孤儿，我有错吗？我常年被养父虐待，我有错吗？作为妈妈，我想保护自己的孩子，我有错吗？我有错吗？你没有错，可是你有罪。文琴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有错，为了孩子，就算时光倒流，他还是会做同样的决定。但他唯一感到内疚的是，伟明是一个好丈夫、好父亲，他不应该利用伟明的善良，在欺骗他的情况下和他结婚。他希望伟明可以原谅自己，而伟明深爱着妻子，就算妻子是杀人犯，女儿也不是自己的，但他还是愿意为了妻女不顾一切。他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挟持了警察，还想赌上自己的性命来换取妻子逃脱的机会，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他最后还是被警方制服了。而文琴也没能逃脱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文琴从小就遭遇了不幸，一直到长大成人，他才用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噩梦。可发生过的事情无法改变，既然已成事实，就应该勇敢面对，用时间来抚平伤痛。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，平时发朋友圈的时候一定要保护自己的隐私，如果泄露太多的信息，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。好了，故事就说到这里，喜欢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